继问界、智界、享界、尊界之后，华为跟上汽的合作终于让我们迎来了第5届上界。那聊到这台车，大家都会说这是最便宜的华为辅助驾驶，最便宜的鸿蒙智行，最便宜的华系车，仿佛聊到这台车就2个标签：便宜、华为。那我们今天就想看看，抛开这2个标签，这台车作为一台车，它的续航表现怎么样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跑到底，我是您的主持人阿变。今天我们来跑上界 H5。那本次的测试车辆是售价19.98万元的上界 H5 纯电 Max 长续航版，选装了20英寸的多辐轮毂、陶瓷白的车漆，这2件一共8000元，总价是20.48万元。电池容量80度 ，CL7C 纯电续航里程640公里，单电机后驱，最大功率180千瓦，100公里加速7.3秒。从参数来看，上界这车属于是动力城区够用，续航2周一充。具体是骡子是马，咱们测试看看。车辆设置方面，我们依旧采用的是动力模式舒适，动能回收，因为低就是标准，所以我们这回用的标准。空调2档风23到24度，冷态胎压按照车辆名牌充气式半载标准档位，也就是前后2.5bar。出发前插枪补电池100%，出发前最终表显 CL7C 续航为640公里。测试日最高气温21度左右，车上依旧是1车2人，并随车携带拍摄的必要设备，符合半载载重。测试依旧是原来的熟悉的京雄高速、大兴机场北线、京台高速，再加上南6环这一圈的纯高速路线，一圈84公里，纯人价顶着限速开，看看表显续航到0，这台车的实际高速续航里程是多少？然后下高速继续绕圈，绕到趴窝，看看表显到0之后，留给各位找充电站的极限里程有多远。那说完车型，还是老规矩，我们先来说说这台车开起来、用起来的一些感觉。首先进到车内，第一感觉就是这确实是华为做出来的东西。你别管它虽然只卖10几万，但是整个用料包括整个一个氛围给你到的全都是华为，甚至到了问界 M9 的那种感觉上，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称道的。除此之外，华为这套互动系统、智驾系统都很在线。192线的激光雷达 ADS4 的辅助驾驶能力，这一周试驾里反正也是帮我缓解了不少疲劳，这一点确实厉害。20万的车有了顶级的辅助驾驶能力，挺不错的，这是真正的平权。除此之外，第2个特点就是大。那前排不管是储物还是坐人，空间都是很够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后排，空间很大的同时，座椅很舒适，并且这还是在它整个外形尺寸比较小的情况下做出的。这一点就让人觉得开着既没有什么困难的同时，又满足了车内所有成员的舒适性、空间性的要求。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现在这些越做越大的车里边比较少见的事情了。不过吧，要我说，还有一些我觉得以后可以升级的地方，就是后排的配置。那现在后排配置其实就4个：空调、充电、2段可调的座椅靠背和2个水杯架，除此之外没有了。现在10几万的车后排基本上都有上座椅加热了，起码这点事情上，我觉得上界之后可以再升级一下。然后再来说说驾驶，就这台车的驾驶呢就正常，你不会期待一台15万级别的车给你什么驾驶乐趣，给你特别豪华的质感，但是呢它开着就还蛮顺手的，除了这个刹车稍微有点软这点啊，动力单电机绝对够用，转向轻盈，非常的简单，而且还有刚才说的辅助驾驶，整个用起来开起来没有压力，我觉得就是对上界 H5 这台车最简单的一个评价了。测试完毕，我们来看看具体结果。上界 H5 纯电 Max 长续航版高速共计行驶了407.8公里后，表显电量续航归0，行驶时间4小时24分，行驶均速92.7公里每小时。行驶距离说实在的，足够满足周末城市周边游。如果您是日常城市通勤，2周一充也绝对不是问题。根据满电 CL7C 续航640公里来计算，H5 的高速续航达成率为63.7%。对比测试过的车型，
上届 H5 的达成率要高于测试条件相似但价格要高出不少的24、25款的特斯拉 Model Y。表显电量续航双归零后，上届 H5 共计行驶了33.2公里才彻底趴窝不动。这个数据也是目前我们测试过的所有车型之最了。给车内成员留找充电站的冗余电量那绝对是充足的。最终趴窝续航里程为441.0公里。最终续航达成率68.9%。那凭借30多公里的极限续航里程，上届 H5 最终续航达成率成功来到了榜单的第3位。低电量表现，上届则是比较成熟，电量剩余21%，小易语音提示询问是否需要寻找充电站。电量剩余15%，语音询问是否需要开启超级省电模式；剩余14%，再次询问寻找充电站事宜。电池剩余10%，小电池变红；电量剩余5%，导航自行寻找充电站，提示电量低，同时动力开始受限。电量3%，提示电量极低，整体提示有轻重缓急，并且语音询问和建议也不需要驾驶员或乘客在车机中寻找省电选项，增强了行车的安全性。并且车辆完全趴窝后推入充电位开始充电前 ，H5 还会提示下电以保护低压电池，保障十分全面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提示时间呢都有点短。我们测试中几次提示出现后，副驾老师刚掏出手机准备拍摄，提示就消失了。后续可以稍微延长一些提示时间，保证驾驶员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。那跑完续航，聊聊补能。此次我们充电依旧采用的是云快充位于房山区的超级充电站，最大电流400安，最高支持1000伏电压下的400千瓦充电速率。测试前，其实我们对上届 H5 的充电时间是有心理预期的，毕竟一个400伏的平台，想让它做到之前 P7 预期那样的速率肯定是不现实的。但0%到100%的充电时长1小时50分确实有点长了。根据用户端显示，上届共计充入了88.9度电，平均功率48.5千瓦。相比此前测试同为400伏平台的 Model Y 和海狮05 EV 都要低接近10千瓦的功率。具体情况，我们来看看充电曲线分析一下。上届 H5 充电最大功率出现在24%电量时为141.2千瓦，最大功率基本能跑满这根400安电流的充电桩。但是 H5 充电高功率平台仅从5%保持到了25%，保持时间有点短，并且40%开始功率开始落到了100千瓦以下，并且持续下滑。同时电量95%以后，上届便进入了涓流充电模式，从95%到100%，共计用时46分钟，大大延长了整体的充电时间。相比之下，10%到90%则是仅需52分钟。所以各位日常用车建议充至90%即可，以防没必要的过长时间等待和可能出现的停车费问题。那最后再来聊聊电耗。根据电池标称的容量80度和用户端充入电量88.9度分别计算，上届 H5 纯电 Max 长续航版行驶441公里，标称电耗与用户端电耗分别为18.4度每百公里和20.15度每百公里。作为一台主打空间、家用、性价比的华系车，这个电耗表现还算中规中矩。那回答视频开头的问题，抛开华为赋能的因素，上届 H5 日常使用表现怎么样？续航不仅够用，而且已经摸到了好用的范畴。充电如果把握好区间，也就可以接受。再加上华为赋能的座舱和支架，相信上届 H5 一定能吸引到一批忠于它的客户。那以上就是这期续航测试的全部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弹幕上留下你们想看的车型，你们点名，这个冬天咱们继续跑干它们。